怀孕第3个月，老公他奶上门立规矩，他故意杀了我养了3年的狗，炖汤恶心我。这吃金贵狗粮长大的小畜生，肉就是鲜。这乌龟我养了40年，都能当你奶了。来，跪下，给它磕个头，认个干奶奶。老毒妇，认干奶奶容易，想送走干奶奶可就难了。我奶是杠精，我妈是悍妇，两人斗了一辈子，见面就掐。你个丧门星，连个碗都洗不干净，你还能干什么？哼，嫌不干净，那你自己洗啊，显着你长手了。在两人的耳濡目染下，我深谙婆媳大道，人见人怕，狗见狗跑。但不巧，我嫁了一户老实人，婆婆慈爱，公公明理，浑身招数无法施展。直到我怀孕3个月时，老公的奶奶突然登门造访。对味儿了，这眼神，传闻中的婆婆，她来了。奶，老婆，收拾行李，咱出去住几天。你正怀孕呢，千万不能受刺激。淼淼，你和小周先去外面住，等他回老家了，你们再回来。你看这个，我爸妈转的，他们的意思也是让咱俩先在外面躲躲。他真有这么可怕？岂止是可怕，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噩梦。6岁那年，我奶杀了我养了2年的兔子，骗我吃头，等我吃完后才告诉我真相。我的兔子，你杀了我的兔子！哭就知道哭，一个畜生，死就死了，至于嚎成这样，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在外面别说是我赵桂花的孙子，我嫌丢人。你骗我吃他，他是我的好朋友啊！你给我记住，畜生就是畜生，别说养了2年，就是养了20年，他也越不过你的家人。妈，孩子还小，您别这么吓他。丧门星，整天耷拉着个脸，背地里教我孙子些没用的，不就是死只兔子吗？你做出这副死样子给谁看？还想弄死我这个老太婆不成？是个女儿，咱们的女儿没了。妈，那是你亲孙女，你怎么下得去手？什么亲孙女？毛都没长全，人都没生出来，就敢叫我孙女？孙女怎么了？孙女就是赔钱货，我那一脚下去，还帮你们省了多少养孩子的钱？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还敢跟我在这儿要说法？我看你真是个白眼狼，娶了媳妇忘了娘。你不可理喻！我这就带翠芬和孩子走，我们分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没天理呀！这建民怎么回事？怎么能这么对他妈？老人家哭成这样，大家快来看啊！这个没心没泪的要逼死亲妈！我含辛茹苦把她养大，她现在要跟我断绝往来呀！建民啊，百善孝为先，你这样不对。这么一闹，公公一家反倒成了没心没肺、忤逆犯上的不孝子孙。老大，这是你弟弟给你的，拿去好好上大学，以后在城里买大房子。放心，妈，我一定会好好用这些钱。后来大伯父娶了上司的女儿，他跟过去享福，这才放过公婆一家。没良心的小畜生！你现在发达了，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就眼睁睁看你大哥一家吃糠咽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心里很得意，是不是？妈，我们真没有这个心思。你闭嘴！你个狐狸精！要没你撺掇，我儿子不至于不听我这个当妈的话。别以为你们背着我偷偷跑到外地，我就找不到你们在哪儿。告诉你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么多年，你欠你大哥的钱，我都给你记着账呢。妈，我们什么时候欠大哥40多万了？什么叫40多万？是478651块毛七！你还有脸问？当初要不是你大哥下河救你，身子能落下病根，他早被部队选当大官了。这些钱还是看在你是我亲儿子、你大哥亲兄弟的份上，给你打了折的。没良心的小畜生，不想着弥补你大哥，还跟着这丧门星躲我！别说我妈，我可没你这种不要脸的儿子。妈，事实不是这样的，当年不是大哥救了建民，是建民救了大哥。你个搅家精！我跟我儿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我说是老大救的，就是老大救的。少废话！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儿。我大孙子腾飞过几天要结婚了，你们赶紧把这房子收拾收拾，这2天腾出来给腾飞当婚房。不行，
这房子是我们给淼淼和泽州准备的。你个丧门星，哪轮到你说话？看我不打死你！球球是马犬，很护主，指哪打哪。平时就是太活泼，总缠着我。怀孕后，公婆怕他冲撞了我，才把他关进笼子。球球，去。妈呀！什么鬼东西？哎呀！你别过来！我不怕你，畜生，滚开呀！别咬我！别咬我！你们是死人吗？还不快把他弄走！拦着点儿啊！救命！救命啊！妈，您的脸都肿了。泽州，你现在去楼下药店给咱妈买点消眠药回来。好狗。好啊！你个心黑的小贱蹄子，只会这条狼狗虐待老人是吧？你今天老老实实把这条狗给我宰了，再跪在我面前磕3个响头认错，不然我让我孙子立刻跟你离婚。我看你这个被人用烂的二手货该怎么办？妈，您别胡说，淼淼和小周感情一直很好，不可能离婚的。球球，上！快滚！快滚！不要过来！淼淼，妈刚才又给你转了几万块钱，你赶紧跟小周出去躲一躲。是啊，淼淼，你还怀着孩子呢，医生特意交代情绪不能波动太大，天塌下来有爸妈顶着。你刚才用球球帮了爸妈，这份情我们记一辈子。快走吧。但老太太这人真的不好相圆，等她醒了，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要为难你。爸妈，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老太太不好相处，我也不是什么善茬啊。至于孩子的事儿，你们更不用担心。这点小风浪，他要是都受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当我林淼的崽儿？菜来喽！这肉炖的这么老，是想硌坏我的牙吗？诚心不想让我吃是吧？还有这鱼，不知道我不吃海鲜吗？还故意做个熏鱼放在这儿恶心谁呢？现在日子过好了，就开始浪费粮食了。4口人做8个菜，给谁看呢？这好东西你们不配吃，都给我放进冰箱，明天再吃。放下！我叫你放下，没听见吗？好说好话你不听是吧？球球，上！咸肉老硌牙，您就喝粥。奶，您知道为什么长寿老人长寿吗？因为他们爱喝小米粥，小米粥养生。不对，因为他们聪明，知道什么人不能惹。奶，您是聪明人，对吗？球球，对，我是聪明人，我是聪明人。啊！你有病吧？我都说对了，你还让你的狗咬我。奶，松松脚，你踩着他玩具了。有球球在，老太太晚上总算是不敢再作妖。泽州，淼淼，你怎么才来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哪怕提早几年，我就不用怕成那样了。老婆，我爱你，真的好爱你。好啦好啦，球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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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怎么办啊，老婆？我找遍了全屋都没看见球球的身影，球球不见了。怎么回事？你说，球球是不是被你杀了？小畜生，你怎么跟你奶说话呢？有没有点天理了？我这一大早起来给你们做饭，还做出毛病来了。就是你，除了你没人干得出这种事儿。当初你就是这么炖了我的兔子，现在你又对球球下手。穆建明，你给我死出来，管管你儿子！啊！
20多岁的人了，一点教养都没有，敢这么跟长辈大呼小叫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说，你比我起得早，你看见我杀狗了吗？没有。算了，多大点事儿，大家都还没吃饭吧？吃完饭再找就是了，反正狗又没长翅膀，丢不了。就是，还是孙媳妇儿懂事儿。孙媳妇儿，还是你明事理，不像这几个一点人事不懂，畜生就是畜生。别说养了2、3年，就是养了几十年，还能有人重要不成？您说的对，凡事都有命数，你也别怪我老婆子说话难听。这球球要是真被人杀了吃肉，也是他的造化，不怪别的，只怪他前世造了太多孽，或者说是养他的主人造了太多孽。孙媳妇儿，你说我讲的对不？奶讲的自然有理。这汤味道不错吧？很鲜。那是，吃金贵狗粮长大的小畜生，肉能不鲜吗？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你杀了球球！小兔崽子，你给我闭嘴！这儿轮得到你讲话？我看你是皮痒了欠抽。还有你，人仗狗似的东西！老婆子，我给你几分薄面，还真以为我怕你了？没了那条马兽，你算个什么东西？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一脸克夫相。也就是我孙子这个没眼力劲儿的，才拿你当块宝。孙媳妇儿，我那只养了40年的老龟，论辈分都能当你奶了，认你当孙女是给你脸。等会儿赶紧给他磕个头，别不识抬举。奶说的对，听您的。我阿龟呢？我那40年的宝贝疙瘩呢？呀，奶，您说的干奶奶不会就是这只吧？不愧是养了40年的老畜生，这肉烂而不散，汤浓而不腻。奶，炖起汤来，这老畜生可比3、5年的滋补多了。不得不说，您可真有眼光，给自己挑了这么大一份补药。没见识的货，这可是大补！你不喝就是没眼光，不识抬举。我可怜的阿龟啊，是哪个天杀的害人精杀了你？我的宝贝疙瘩，我要他偿命，我要他偿命啊！我的阿龟呀！干奶奶，您死得太惨了。干奶奶，您下了18层地狱，千万别忘记找那个吃您肉、喝你血的人报仇啊！可怜您活到40岁，在闺里也是长寿老人了，却被亲人炖了汤，死得太憋屈了。小孽畜，你敢这么算计我，你会遭报应的。奶，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报应这2个字，不是您亲口教给小周的吗？您当年说主人的德行不够，才护不住心爱的宠物，怎么这话交给子孙的时候义正谈联，现在轮到您自己身上，倒是半点都不认了？这双标玩的可真不对啊！你个牙尖嘴利的小泼妇，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奶，您看人真准，但我可不是泼妇。真正的泼妇那是劈咬挠踹，没半点章法。谁要是敢得罪泼妇，被当众扒掉1层皮下来，那都是轻的。您瞧瞧我，跟您说话细声细气的，我多温柔啊！哼，你给我等着！老婆，你简直太神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他吃这种瘪。好，打得好，哦不，说得好。苗苗，爸这辈子没这么痛快过。淼淼，你可真有招！妈以前总觉得天都要塌了，没想到你3两下就让他没话说了。是啊，老实人受了一辈子气，今天总算见到回头钱了。小周，这里交给我和你妈打扫。你现在立刻带着我儿媳妇出门，去商场买个最沉的金手镯。咱不差那点钱，就是要让你老婆开开心心，快乐快乐。妈，等会儿，这堆东西先别扔，我有大用场。淼淼，这多脏啊！老太太为了恶心你，专门不去厕所吐在这一地。您富儿过来，咱们这样，道高1尺，魔高1丈。老太婆，你以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能伤到我？真是太小儿科了。
那个，把你们这儿最重、花色最好的都拿出来。老婆，你试这个，这个衬你皮肤。你看着挑就行。那哪行，爸说了，一定要让你快乐快乐。买金子固然快乐，但比起这几十克重的东西，我更期待看那恶老太吃瘪的样子，那才叫真的解气。就这条吧，走，我们去瑶瑶家。苗苗，快进来。球球，乖球球，球球，你真的没死啊！老婆，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他真被炖了，心疼死爸爸了，吓死爸爸了，吓死爸爸了。这哥们脑袋真没事吧？是不是吓傻了？这叫老毒妇 PTSD， 被那老太婆折磨出后遗症了。放心，对付那种极品，我可是专业的。女王在上，请受小妹一拜。这招绝了！老公，老婆，这他怎么会在这儿？他不是被你……不然呢？你真以为我会为了那老太婆背上杀孽？那可是活了40年的生灵，说杀就杀。在你眼里，我是屠夫还是女魔头啊？那刚才在家里你从锅底捞出来那个干奶奶的壳是怎么回事？那个啊，我刚才去菜市场路过水产摊儿，顺手买了个死甲鱼壳，刷干净了逗它玩呢。老婆，你真的太好了，你简直就是人美心善的小天使。拜拜。老婆，你快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什么时候把球球送走的？还有那个血，那个毛，简直跟真的一样。没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那老太婆心里想什么，我门儿清。她这种人，撅个屁股我就知道她要拉什么屎。她被球球吓得跳沙发，心里早就恨毒了球球，想杀狗泄愤，顺便炖汤恶心我，一箭双雕，这心思毒着呢。她根本不敢接近清醒的婆球，所以想在狗粮里下安眠药，趁婆球睡死的时候下死手。但她不知道，球球从小就被我训练过，陌生人给的东西或者下了药的粮，她连闻都不会闻一下。奶，你杀了我，你手上都是我的血，我来找你了。他这种人习惯了高高在上，从来不会亲力亲为。翠芬，把这盆肉给我炖了，多加佐料，好好给那个孙媳妇儿补补。他只看到了血迹，就认定那是球球的命，根本没想过那盆里装的是什么肉。老婆，以前家里没人敢这么跟他对着干，他总觉得自己能掌控所有人。具体的细节你就别问了，免得晚上做噩梦。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只要有我在，我就绝对不会让你重蹈童年阴影。对付这种从骨子里烂透了的歹毒老太太，我可是最专业的。她要是还想作妖，我就陪她玩到底。老婆，你怎么不早点出现啊？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就不用被那老太婆吓这么多年了。天杀的老天爷，怎么就不能早点把你送到我身边，非让我受这么多年的窝囊气？老婆，我懂了，你之所以这么厉害，对付这种恶毒手段这么得心应手，一定是因为你以前也受了很多苦，才被迫练出来的，对不对？以前看你那么飒，我只觉得你酷，现在想想，那是得遭了多少罪才走到今天的，好心疼你。别说了。老婆，你别哭啊，对不起，是我提起你的伤心事了。老婆放心，以前的苦都过去了，我一定会加倍、千倍的心疼你，谁也别想再欺负你。这个小傻子可真好骗。闺女，看好了，对付恶婆婆，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她掌握话语权。你要是退一步，她就能进100步，懂吗？别听你妈瞎说，孩子，奶奶教你，
这婆婆怎么搓磨媳妇儿都是有套路的。我把这些招数都教给你，是为了让你以后别被婆家那些假惺惺的感动给骗了。分辨恶婆婆只是基础，如何在他们手下全身而退才是本事。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俱胜，资源分配才是核心。这些管道啊！淼淼，你说妈妈对你最好了，对不对？你说奶奶对你最好了，对不对？妈妈和奶奶都对我最好了，我最幸福了。姐怎么可能吃苦？我从小嘴巴甜会来事，脑袋转得灵光。就算我妈和我奶斗得要死要活，但两个人都争着抢着对我好。小傻子，别哭了。其实我早就知道，婆媳大战的矛盾根本就不在碗谁洗地谁擦，而是在男人，在家里资源的分配权。资源分配，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收益，不撕破脸，却让对方无路可走，这才是最高级的玩法。赵桂花，你这辈子横行霸道惯了，可惜这次你踢到铁板了，遇到我也算是你作恶多端到头了。走吧，回家，还有份大礼等着咱奶呢。好嘞，老婆，只要你开心，咱回哪儿都行。谁？到底是谁？是哪个没良心的把那堆垃圾放在我床头柜上的？奶，您这话说的可不对，那哪是垃圾啊？你还敢顶嘴？不是垃圾是什么？臭气熏天的！那是您早上亲口吐出来的干奶奶啊！她想您了，我就把她送回您身边，您怎么转头就忘了呢？好啊，你个小贱蹄子，你有招没处使了是不是？存心恶心我是吧？把那一堆脏东西搁我枕头边，你安的什么黑心肠？奶，别回去，当心点，这可是干奶奶的魂儿。您要是再把它吐在地上，她今晚可就真得回来找你抵命了。去厕所，别弄脏了我家的地。你个小没良心的，你这么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你就不怕遭雷劈？奶，您这话可真伤人心，我哪敢欺负您啊？这可是干奶奶昨晚亲口托梦给我的。她说她在那盆里待得冷，非要我把她送回您床头，说那是她待了40年的地方，亲切。我要是不听她的，那就是对长辈不孝，不然我一个小辈儿怎么敢冒犯您啊？托梦？你接着编！我养了她40年，她要托梦也是托给我，凭什么找你这个刚进门的小蹄子？奶，您忘了，您自个儿说的，干奶奶是养了40年的灵龟，有灵性的。她知道谁对她好，自然也清楚谁身上背的孽债多。她不找您，是怕您身上那股煞气太重。你胡说八道什么？她说她要是靠近您，就会被您身边的冤亲带祖冲撞，轻则血光之灾，断手断脚，重则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啊！而且干奶奶说了，跟您关系越亲近，您越疼爱的人受到的报应就越重。你说什么？你简直胡说八道，良心也太坏了，竟敢这样编排我的宝贝孙子！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奶，你闹够了没有？苗苗肚子里还怀着咱们家的孩子呢，你这一巴掌下去，万一有个好歹，你对得起谁？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倒要亲眼看看你说的那个托梦到底是真是假！不要！老公，你让开，让奶过来动手。奶，您尽管试，反正干奶奶说了，我既然认了她当亲，就受她的庇佑。谁要是敢伤我一根汗毛，她在天之灵就不会放过谁。不信，那您现在就动手试试。苗苗，别胡说！爸妈，你们不用担心，咱们家是一心向善的福报之家。干奶奶就算要报复，这报应也会精准的出在奶最在意的人身上。就算我肚子里的孩子真出了事，陪葬的也绝对是大伯父一家，毕竟那是您的宝贝啊。你个满嘴喷粪的小蹄子，敢咒我大儿一家，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今天非撕烂你这张烂嘴不可！
喂，谁呀？忙着呢，有屁！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到底怎么了？腾飞，我大孙子腾飞，他出车祸了，血，全是血！建民，快，腾飞出事儿了，快送我去市一中，去晚了就见不到我孙子了！建民，快走啊！断腿，断脚，老婆，这不就是干奶奶说的血光之灾吗？一分不差全对上了。小周，别瞎说。妈，这怎么能是瞎说呢？要不是干奶奶显灵，要不是奶刚才非要对我老婆肚子动手，堂哥怎么会突然出这种事？这叫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这孩子，那是你堂哥，你怎么能……行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送奶去医院探望堂哥，至于其他的，在堂哥的性命面前都不重要。爸，快去开车吧。对，去医院，腾飞不能有事，我的大孙子不能有事啊！人越老就越迷信，尤其是这种坏事做尽的人。当生死降临到自己在乎的人头上时，除了求神告鬼，他什么也抓不住。孙媳妇儿，淼淼啊，你跟奶说句实话，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托梦，真的不是骗奶的吧？那还有假？奶，你也不想想，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前脚刚要对我老婆动手，堂哥后脚就出车祸。还好您刚才那巴掌没落下来，这要是真伤了淼淼一根汗毛，堂哥现在伤到哪儿，那可就真不好说了。小周，长辈面前别瞎说，闭嘴。妈，这怎么能叫瞎说呢？这叫因果报应，万物有灵，您懂吗？淼淼那是成了干奶奶的情，现在是干奶奶认定的人，谁碰谁倒霉。那些平时缺德事儿做多的人，老天爷看着呢，怎么可能照顾他们？翠芬啊，你可是腾飞他亲婶子，你看看腾飞还在手术室里受罪，这骨头都折了呀！这住院费、手续费杂七杂八加起来得2万块，你们可不能撒手不管啊！2万块，大伯母，您这账算的可真快。我就纳闷了，上次堂嫂搬家，把我们家泽州当免费农经工使唤，让他在6楼来回扛大箱子，搬个轻飘飘的加水器都能把脚给崴了。那时候也没见您和伯父提过半句医药费的事儿啊，甚至连句关心都没有。怎么轮到堂哥骨折，这天下就变成非得让我妈负责的道理了？你个没教养的小丫头片子，你算哪棵葱？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腾飞让穆泽州帮忙，那是抬举他，是给他机会，让他能在堂嫂这种场面上的人面前露露脸。谁叫穆泽州自己福分薄命硬，帮个忙都能冲撞了他堂哥的运势。不就是崴个脚吗？又不是残废了。要不是因为你们家这股子小家子气，整天计较那3瓜2枣，人家燕子那个金凤凰能和我们腾飞分手？我不计较你们耽误了腾飞的前提，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哼，你还敢跟我伸手要钱？我看你是活腻了！赵桂花，你还要在那傻愣到什么时候？有人要打你的老姐妹了，你不仅不护着，还眼睁睁看着她作孽。你是真想让这孽报实打实的落在你大孙子身上不成？你为了这么个小丫头片儿，竟然动手打我！打的就是你，你个没长眼的东西！谁准你动她的？你想害死腾飞是不是？你不知好歹的东西！赵桂花，你就这么看着，有人这么指着鼻子羞辱你的老姐妹，你竟然能忍？反正我是忍不了。闭上你的烂嘴！再敢多说一个字，我今天非抽死你不可！老糊涂了，真是老糊涂了。为了个外人打自家儿媳妇，你还敢编排我？建国那点工资，要不是我这些年费心用力盯着建民，你还敢提工资？
那是老二家的血汗钱，你扣的连渣都不剩，还有脸说？那镯子也是翠芬心甘情愿。心甘情愿个屁！你当我瞎呀？你个贪得无厌的烂货，你是想害死腾飞啊？泽州，你要是赶不来，我就把这地址发给奶奶，让她上你家找你去。哥差点钱，你那几年攒的积蓄先借我用用，反正你也没啥用钱的地方。老婆，你看，他也有今天。赵桂花，那河里的水冷吗？那个没能睁开眼看世界的丫头，是不是也在问你疼不疼？你在胡说什么？我没说，是有人让我告诉你。孽债积得多了，这龟壳也挡不住索命的魂。堂哥这次只是个警告，要是你再执迷不悟，这些老太太嘴上说不信，心里最怕这些精怪报应。把你做什发去！这老太太够狠的，自家媳妇下死手打。听说是那媳妇作孽害了孙子，该打。行了，奶，打累了就歇会儿，毕竟大伯父快到了，您总得给他留个能说话的媳妇儿。建国，你总算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被这老的小的给打死了！老大，你别怪你爹。穆建民，你在搞什么名堂？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咱家大院。出大事了，那干奶奶显灵了，腾飞出事就是报应啊！你快跟孙媳妇赔个礼，她现在是干奶奶认定的人，咱惹不起啊！简直是荒唐！妈，您也是读过2年的书的人，怎么老了，被一个黄毛丫头唬得团团转，简直是目无尊长！你个小丫头片子，胆子不小啊，敢在公众场合搞这一套把戏！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就凭你骚扰家属，我就能让你进去待几天？对，抓他，让他去吃牢饭，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老大，这可不能乱说，万一……没什么万一。妈，您糊涂了，这就是这些底层泼妇用来敲诈勒索的手段。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在老太太面前演几场戏就能飞上天了，在我面前，你这些伎俩连屁都不是。老老实实滚过来给你大伯母道歉，再把医药费交了，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老婆，你别硬顶，他脾气大。大哥，你先消消气儿。腾飞出了事儿，大家都急。淼淼这孩子年轻不懂事儿，刚才那是跟嫂子闹着玩呢，没恶意。哼，闹着玩？穆建民，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嫂子的脸都被打成猪头了，这叫闹着玩？我看这丫头片子就是个脚家害命的祸害，从进门就没消停过。今天敢教唆老太太打长辈，明天是不是就敢杀人放火了？哼，大伯，你这话就不讲道理了。这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刚才是大伯母先动的手，她那一巴掌都要呼到淼淼脸上了。再说了，又不是淼淼打的，那是奶听见大伯母说话没尊卑，才出来保护她老姐妹的，这有错吗？你再给我说一遍。穆泽州，你现在是在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看来你这几年在大城市混，别的没学会，目无尊长倒是学了个10成10。我也只是在说事实，本来就是。建民，不是当哥的说你，娶妻当娶贤，你看看你家娶回来的这叫个什么东西？满嘴的神神鬼鬼，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这要是传到我公司里去，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这简直就是穆家的家门不幸。行了，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等他生下孩子，给他个几千块钱，让他直接卷铺盖走人。咱们穆家绝对要不了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儿媳妇。好啊，你个小贱蹄子，你竟然敢编排那些瞎话来骗我！啊！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今天非掐死你不可！我的肚子！奶，你疯了！我告诉你们，淼淼要是有个好歹，我今天就跟你们拼命，谁也别想走出这儿！你敢这样跟老子说话，我看你是真的讨打！大哥，动我可以，动我儿子儿媳妇不行。干什么呢？这是医院，要闹出去闹！安静，都安静！再大声喧哗，我直接叫保安把你们全轰出去！
今天我就看在妈的面子上，不追究你们在医院闹事的后果了。那是我老公大度，不跟你们这些泥腿子计较。但腾飞的手术费，你们得利索点儿。大哥，腾飞住院，当叔叔的心里也难受。但这出事儿不是我们家造成的，心疼小辈儿。我这个当叔叔的不差那几千块钱，但刚才你和妈这么一闹，淼淼被冲撞了胎气，她肚子里可是咱们穆家的后代。大哥，作为长辈，您是不是能先给淼淼道个歉呢？被大伯叔打压了一辈子，公公今天总算硬气了一回。还好，公公不是窝囊废，这个家总算是有救了。哼，道歉？就凭她，一个只会装神弄鬼、目无尊长的黄毛丫头，也配让我给她道歉？穆建民，我看你是当了几天小老板，这腰杆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弯了是吧？怂包一个，长本事了，敢教训起你大哥来了？咱爸没教你做人，今天我就替他教教你。什么才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你以为赚了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听说你最近还在张罗着扩大经营，开分店。只要我穆建国还在一天，你想开分店，你想都不要想。一个开小饭馆的也敢跟我谈规则？只要我一个电话，那些经营证、许可证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全。房租你照交，水电你照给，但我让你这店一天也开不下去。大哥，你说的对。林平和周主任的事儿，我查到了。小周，以后找媳妇儿眼睛擦亮。建国，你个疯婆子，你干什么？你个疯货，你怎么敢？你竟然敢跟我动手！多行不义的孽畜，还不快磕头认错！报警！给我报警！我要让你这辈子都在牢里过！穆建国，你光有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你以为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你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就没人知道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可不能都用常理来解释。是不是非要让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糗事一件件抖落出来，你才会相信我的身份？小狐狸精，我看你是演戏演爽了吧？毛都没长齐呢，敢在这儿教训长辈！哼，老公，你快起来，这就是个骗子！你快拿出你经理的威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闭嘴！你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蠢货，你懂什么？给我滚到一边去！建国，你居然为了他骂我！我让你闭嘴，听不见吗？再敢多说一个字，你就给我滚回娘家去！穆建国，你身上背的孽债太多了，尤其是你欠建明叔一家的，难不成还需要我在这里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一桩桩一件件的提醒你怎么做吗？你，周总监，大伯，林平这个名字您听着不耳熟吗？周总监的小情人，出差时跟您勾搭在一块儿，这事儿要是让周总监知道了，您现在正是升职的关键期，要是这时候传出点什么男女作风问题，您这大半辈子的奋斗可就到头了。淼淼，你绝对猜不到，我们公司那个林平表面上是周总监的，结果上次出差居然跟你家那个大伯勾搭上了，我亲眼看见他们进了一个房间。老糊涂了，真是老糊涂了。穆建国，我这人最讲究因果，人不能太贪，尤其是贪心那些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要是再执迷不悟，老天爷可真就看不过眼了。到时候下次遭殃的恐怕就不只是穆晨提那个小孙子了。我懂了，淼淼，我一定改，我一定改。你这死丫头怎么说话的？敢咒我全家？信不信我现在就替你爹妈好好抽你一顿！啊！
大伯，管好你媳妇那张嘴，再有下次，谁也救不了你们。大师，哦不，苗苗，你别跟她一般见识。这娘们儿头发长见识短，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一定好好教训。建民啊，以前都是哥糊涂，哥不是人，你是亲弟弟，哥从前那些做法真是不对。这杯酒哥敬你，算哥赔罪了。这是这么多年来你资助给哥的工资，我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共是322800，卡里是整数，剩下的是现金，你点点。你疯了吗？你疯了吗？你凭什么给这泥腿子赔钱？那是咱儿子的彩礼钱，那是腾飞娶媳妇的命根子，赶紧给我还回来，不然我就跟你离婚！你闭嘴！你个丧门星！我大儿子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李淼了，又抓银行卡，又卡了！老婆，你快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大哥，那个恨不得连咱家骨髓都吸干的大哥，今天居然不仅给我敬酒赔礼，还把钱全还了。啊！疼！撒手！真疼！不是梦，是真的。老婆，咱们的钱回来了，我大哥他真的还钱了。这简直是医学奇迹，不，这是神迹啊！真的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老婆，你好厉害啊！你好聪明，一下子就抓到了大伯父的把柄。你怎么让大伯父那么怕你的？那肯定是靠我的聪明才悟，我这叫足智多谋。行了，别胡思乱想了，不管是什么办法，能治住他的就是好办法。睡吧，乖。老婆，有你真好，我觉得我这辈子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娶了你。真是个好哄的傻子，我只是利用了人性里的贪和蠢。寻找车神，谁要是敢去南湾车道跑一圈发视频给我，可以获得100万奖金。穆腾飞这种人，典型的贪财自大，小头支配大头。南湾车道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本地赫赫有名的鬼路，黑夜路灯少，弯道又急，多少自诩高手的人都在这栽过，更何况穆飞强那种技术马马虎虎的小菜鸟。自己往鬼路上撞，这命数可是你自己选的。穆建国，你个没良心的老王八！你在外面跟那个狐狸精鬼混，居然还敢动用儿子的彩礼钱去给他买包！现在好了，你被人举报了，经理没了，脸也没了，你让我们怎么活？闭嘴！你个疯婆子！要不是你在公司闹，周总监能做到这么绝吗？我让你出轨，我让你劈腿，我让你毁了这辈子！爸妈，你们别打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滚开！报应，全是报应。我再也不作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饶过我吧，我把钱都还了，我孙女也不要了，饶了我吧。听医院那边说，大哥那经理是彻底丢了，腾飞恐怕这辈子都醒不过了。人在做，天在看啊！当初他们那么搓磨咱们家的时候，何曾想过会有今天？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看你挺能吃的，特意给你准备了新鲜牛肉，胃口还挺好，吃的倒是一点都不挑剔。闲着没事喂喂你，也能打发打发时间。淼淼，你快看他那眼神，他是认真的吗？说真的，你家孩子以后的智商不会随了穆泽州这个大傻子吧？
这要是遗传了，基因改良可就难了。傻就傻点吧，大傻子才好哄，心眼实才不累。老婆，等会儿，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里有好东西。木泽州，那是你出门丢垃圾顺手记下的方向吧？不对，那是灵感。走走走，咱就买一张，不中就当捐款了。中了，老婆，500万，真的中了！好耶！500万加上大伯还回来的钱，咱们的新生活总算是彻底开始了。这可真是傻人有傻福，或者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应吧。日子突然过得这么顺，总觉得静得让人心里发虚，好像有人要来找麻烦似的。老婆，别胡思乱想，现在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你和宝宝一根头发。大伯一家早就彻底败落了，穆芬飞还没醒，大伯母闹着要离婚，他们自顾不暇，没人能再来搅局了。赵桂花那边今天医院来电话了，说已经正式送进精神病院了，医生说他那是癔症，得长期住院治疗，这辈子估计也就那样了，也算是个归宿吧。就是那一户吧，家里是不是有个孕妇，姓穆？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啊？打听这么细。我是他们老家来的远房亲戚，想给个惊喜，你直接告诉我几楼几号就行。3单元1502。远房亲戚。消停了半年，这就坐不住了。不管你是谁，敢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有来无回。穆建国那个老王八呢？让他滚出来！我大伯早就不在这儿住了，你找错地方了，赶紧出去！少跟我打马虎眼！穆建国欠了我30万赌债，现在人失踪了，你们是他亲弟弟，是他在城里最有钱的亲戚，这钱你们不还，谁还？大伯当初要撵我出门的时候，说我们是外人，现在他欠了债，我们倒成亲戚了。我们和穆建国早就签了断绝关系的协议，他的烂账，你上法院也找不到我们头上。趁我没报警，滚！这位小兄弟，我们真的不欠你钱，大哥的事我们真不知道啊！你走吧，别吓着孕妇。少废话，亲兄弟明算账，他欠的债就是你们穆家的债。今天见不到钱，老子就不走了，看谁耗得过谁。你再敢往前一步，或者再动一下我老婆，我就报警，让你这辈子都在里头蹲着。哼，行，你们有种，我看你们这大门能锁几天。老婆，还好你没事，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的。傻瓜，我和孩子一定会平平安安的。还好苗苗没事。不知道这人今后要做什么事儿。那你快来看啊！这家人住豪宅，开好车，亲哥哥在外面快饿死都不管，欠债不还啊！哟，这就是12楼那家，看着挺体面的，怎么还赖账啊？开车可要小心点啊！你嘴巴放干净点。张强，你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本事了。这穆家就是忘恩负义，当初靠着大哥发的财，现在大哥落难了，他们连医药费都不出。这种人住咱们小区，真是拉低档次。呸！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怎么又想去门？我告诉你，今天不把那30万吐出来，这门你出得去，回不来。不还钱，我就天天死守这门口，让你们全家没法安生。尤其是你，
张强，你在这蹲了3天还没蹲明白？你现在寻衅滋事，骚扰居民，毁坏名誉，所有的录像都在我手里。我现在报警，够你进去蹲个10天半个月。要试试吗？你动他一下试试。警察就在来的路上，别以为我们还是当初那个被大伯随手拿捏的木匠。你再闹，我让你这辈子都出不来。你们有种！行，这事儿没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真是倒霉透了。老婆，你没事吧？以后你出门我必须陪着。泽州，你不觉得奇怪吗？穆建国落马半年了，债主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现在扎堆。张强这种烂赌鬼，没人给他在背后撑腰出谋划策，他不敢这么有组织的天天来堵门造谣，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不然不敢这么嚣张。走，先去产检，剩下的我来查。哟，穆总，这饭店生意红火的紧啊，看这派头，好久不见，怕是不认得故人了吧？请问你是？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初你大伯穆建国还在公司的时候，为了你们这家店的手续，这份沉甸甸的人情，穆总，你们家是不是该还了？我大伯当年确实帮过忙，但那只是举手之劳，我们也早就按规矩感谢过他了。手续都是合规办理的。你到底是谁？穆建国被辞退的时候，他的那些走狗散得比谁都快。怎么今天还有条漏网之鱼跑来乱吠？李军，当年你在穆建国手下当差，没少帮他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主子进去了，你就想借着这些陈年烂账来我们这儿捞点油水填肚子？林小姐，话可不能说得这么难听。我只是代表那些曾经出过力的兄弟，来要一笔合理的感谢费。合理？那张强连着3天堵我家门口造谣，背后出主意的人恐怕就是你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李组长，这套勒索的把戏你玩得挺熟啊。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3天后我要看到钱，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好果子吃。不用追，他既然敢露面，就说明穆建国剩下的那些狗爪子都聚齐了。想要钱，好啊，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命花。哎呦，这家的菜你也敢买？你是不知道他们后厨那苍蝇飞得比蚊子还大，污水横流，吃完保准拉肚子。不至于吧？我看挺干净的。我是他家亲戚，能不知道？那就是一窝黑心肝，我能害你？别进去，他家刚被查了，手续都是假的，用的全是地沟油。算了算了，换一家吧。穆总，这开门红便闭门藏的滋味不好受吧？李军，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那些手续你比谁都清楚是真的。真的又怎样？我举报说他违规，他就得复查。穆老板，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一点。林小姐，别撑着了，只要我一句话，这些检查天天都会有。不给钱，我就继续举报，直到让你们这家店彻底开不下去为止。你可以继续试试。我们饭店的手续从选址到开业，每一项都经过了正规审批，合规合法。你以为凭着以前那点烂人脉就能只手遮天？恶意举报、诬告他人、干扰正常经营，这些证据我都在攒着。等证据够了，咱们法院见，看看到底是谁先倒霉。你当我是吓大的？想要钱，做梦1分钱你都别想拿到。你和张强这几天的所作所为，我们一笔一笔都记在账上，迟早会让你们付出代价。好，有骨气，咱们走着瞧，看你们这店能撑几天。苗苗，先把水喝了。饭店那边的事儿，这次我来处理，你别操心了。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但李军和张强这种人在泥坑里打滚惯了，为了钱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我信你，但一定要留后手。
他们这种人最擅长反咬一口，千万别中了他们的圈套。我知道，我已经联系了市里最有名的维权律师，咨询了关于非法勒索和恶意诬告的所有法律条文。这几天张强在门口造谣，李军在店里恐吓的证据，我都已经悄悄收集好了。苗苗，你现在怀着孕，不能太劳累。我长大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让你顶在前面。泽州，你做的这些很扎实，但光有这些外围证据，也就是拘留他们几天，动不了根本。咱们得加把火，把这2条躲在暗处的毒蛇彻底引出来，拿到最直接的勒索证据。哟，林小姐，这么快就熬不住了？我还以为你那骨头能撑过这个周末呢。李军，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饭店那边被你们闹得没法做生意，我肚子里还有孩子，经不起这么折腾。钱可以谈，但咱们得当面交接，拿了钱，你们得把那些所谓的违规举报撤了，以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早这样不就结了？爽快，开个价吧。30万，明天下午3点成交那个废弃化肥仓库件，我们要一手交钱，一手签2清协议。算你识相，明天我会和张强一起过去。不过林小姐，少1分钱或者敢带其他人，都别想了事儿。老婆，那个废弃仓库太偏了，方圆几里都没人，万一他们拿了钱还想动粗，你还有身孕，太危险了。泽州，你忘了我是谁了？放心，我已经把李军的威胁录音和明天的交易地点全部报备给警方了。警察会在仓库附近的杂草丛里埋伏，只要他们伸手接了那沱标过记号的钱，只要他们亲口说出勒索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场拿下他们，让他们这辈子都在里头好好反省。林小姐，穆总挺准时啊，钱呢？2清协议签了，钱就是你们的。你们敢耍我？拿死人钱打发我呢？于淼，我看你是真不想要这家店了，也不想要你肚子里的种了。不给钱，我就继续举报你家饭店手续有问题，让你们彻底开不下去。不还钱，我就天天堵门，让你家孕妇没法安生。你们这些天在饭店门口闹事，在小区造谣，在电话里勒索，所有的录音和视频证据全在这儿。你们以为我们真的会妥协？不过是嫌你们像苍蝇一样躲在暗处太麻烦，引你们现身一网打尽罢了。我先弄死你！你动他一下试试。好，有骨气。动不许动！把手抱头蹲下。误会，是他们诱导我，我是受害者。你好，这是全部的勒索录音。穆先生、林女士，根据警方从仓库现场带回的证据，以及你们之前收集的录音，张强和李军的行为已完全构成敲诈勒索罪，且数额巨大。谢谢，法律证据链非常完整，你们穆家没有任何代偿穆建国债务或赔偿李军的义务，相反，你们现在完全可以起诉他们，要求赔偿几天饭店因恶意举报和骚扰造成的经济损失。好，我们起诉。太好了，老婆，咱们赢了。拿回公道只是第一步，我要让他们知道，动了穆家的人，下场可不只是赔钱那么简单。穆老板，手续全部复核完毕，合规合法。之前是受了小人指导，祝您生意兴隆。再见，再见。张强因赌博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怎么样了？警察那边怎么说？那个李军还敢来要钱吗？妈，没事了，警察把他们全带走了。律师说他们这叫犯罪，要坐牢的。好，这次多亏了淼淼，还有你小周。要是换做以前，遇到这种当官的跟混混联手，我们老两口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怕是只能倾家荡产买平安了。爸妈，以后谁也别再想欺负我们家。走吧，这地方远，早去早回。老婆，你肚子沉，要不就在家歇着，那地方阴森森的，我怕你见了他不舒服。既然要去，就去个彻底。有些账总得当面看他消了，心里才踏实。时间有限，别刺激病人。桂花，我们来看你了。你在里头好好听大夫的话，按时吃药，争取早点好起来。他造的那些孽，该他自己承担。今天我们全家站在这儿，是尽了最后一点身为亲人的情分。从今往后，这扇门里的事，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牵扯。淼淼，你说的对，毕竟是长辈，只要他在这儿安稳度日，不再出去闹事，我们就放心了。泽州，老婆，你怎么了？别吓我，哪里疼？别怕，我在。淼淼，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别担心孩子，也别担心自己，我全天陪着你，一步都不离开。都进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动静？妈，淼淼最怕疼了，她平时连针头都不敢看，现在一个人在里头。哪位是林淼家属？我是她老公，她怎么样了？恭喜你们，母子平安，是个大胖小子，6斤8两，长得虎头虎脑的，真漂亮。老婆，淼淼，你辛苦了，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傻子，哭什么？快看看咱们儿子，瞧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太好了，真好。建民，咱们家添新成员了。对，以后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一家4口了，那些脏心烂肺的事儿都过去了，往后全是好日子。出院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屋子好像突然变得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这只是个住处，现在才觉得这是个家。泽州，以后咱们一家4口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被那些糟心事打扰。好，再也不让糟心事打扰。老婆，你放心，我穆泽州这辈子一定会护着你们娘俩。我会好好经营咱爸的饭店，好好照顾这个家，让你们过上最安稳、最幸福的日子。谁也别想再来欺负咱们。来喽，招牌红烧鱼，让让。哎，来了，您慢慢吃，不够再添。老婆，彩票剩下的奖金我做主分成了2部分，这一份是给儿子的教育基金，我买了最稳的信托，谁也动不了，保证他以后上学无忧。我想拿着这笔钱把咱们的火锅店好好装修一下，再添几张桌子，这样生意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剩下的我打算投入到饭店，趁着现在名声响，生意旺，咱们把隔壁也盘下来，扩大经营。好。瞧这孩子，眉眼跟小周真是一模一样，以后肯定是个福星。那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穆家这些年受的委屈，老天爷都看着呢。谢谢大家伙儿，我们家以前经历了那么多糟心事，好几次都以为过不去了，多亏了淼淼懂事，小周也争气，现在终于苦尽甘来，谢谢大家的关心。恶人自有恶报，好人终得安稳。那些阴沟里的烂事儿都翻篇了，往后啊，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和和美美，好好过日子。各位长辈，各位朋友，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家的支持和帮助。我穆泽州在这里保证，以后我一定会做一个最靠谱的丈夫、最称职的父亲和最孝顺的儿子。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守护好我的家人。
好，干杯！祝宝宝平安健康，祝穆家兴旺发达！阳光正好，岁月安然，往后余生皆是顺遂与温暖。